最近全球气候真的非常怪，尤其在哪里？中南半岛，11月喽。照理来说是他们的干季，结果他们竟然形成一个超完美的风暴，只是一个滞留风，结果它竟然成灾了，成灾越南整整下了20天的雨。对你看到这个画面哦，我们好好的讲一下，为什么越南最近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山体滑坡？因为最近他们连续的下雨。你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开始，台湾也开始下雨，下了1个礼拜，大家已经在脸书上面、在推上面讲说我要发霉了，我要发霉了。可是你知道吗？在越南中部这个地方哦，现在已经因为下雨造成的灾情，然后呢，山体滑坡带走的人命已经有41个人，然后呢，很多人呢消失失踪，而这些雨有没有到目前为止你看到的当下还持续在下？这个画面很扯，这是不管是洪水，还有那些草啊、泥巴，我第一次看到有洪水连这种树木全部一起卷走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因为它持续的下雨，而且呢，雨真的是非常非常大。那下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状况，为什么这个地方难道它有光电板吗？不是，那是因为雨量真的把它下面的整个植皮给弄掉了，所以呢，它把树给带走了，把草皮也带走了，最后就是什么？就是山体滑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山体滑坡造成民众被水冲走，就直接冲走了。你又没办法，因为它直接整个水量就上来了，上来的情况之下，只好让机车放水流。你觉得机车被冲走，那你想想看，货车嘞？货车它因为什么？一开始它还敢强行往前走，他觉得我是货车，我至少是动波我怎么可能？结果他继续往前走的情况之下，遇到一个比较深的窟窿，对，水下来之后呢，货车也就直接，最可怕的是他的头，货车头在上面，对，跟他后面的这个载货的东西啊是直接分离的，然后人也被冲走了。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到没有？你住的街道被淹掉也就算了，这个可怕的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如果洪水来了，你要往高处去走。有人已经什么爬到2楼去了，我1楼没了，我跑到2楼去躲嘛，结果1楼已经变成物理性的水平线了，因为1楼都满了，满了之后呢，水就上来2楼。问题是这一栋尴尬的是，它只有2楼。如果水再继续上去的话，那它就无处可逃了。现在来讲的话，还有这个富天的吊桥也被洪水给冲垮。他们是这个地方他们进出唯一的管道，对。结果水下来之后呢，过去我们也看过一些吊桥遇到水的时候呢，应该会有一些损伤，但是没有看过像这一种这么完全的。它是直接倒下来的，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下面的基座已经被冲掉了，然后呢，基座下面打的这些，比如说钢钉啊，已经都被冲走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吊桥直接倒了下去。那你在这个地方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最近来讲的话，雨这么多，后面恐怕还有。这个是卫星云图，你从云图来看，越南在这个地方，对，你不觉得太惨了吗？白雾雾的一片，都是这张图太夸张了。这个白色的就是水汽，而这个水汽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状况，为什么讲说超完美的一个风暴雨？因为它绕过去之后呢，你会把其他的这个又带过来，所以呢，它变成说我这边下完了之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上空又下来，所以呢，你这边变成怎么样？变成它没有办法去排啊。然后呢，越南还有一个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河川比较短急，其实跟台湾有点像，所以你下来之后呢，你的河川的体量不够容纳，那不够容纳这些水去哪里？它就外溢啦。它就外溢了。当你量体太大的时候，你河川的体量不够的时候，它就这样子一个整个外溢，然后把整个村庄给淹没。那除了淹没之外，你看这张图，就是它整个滑坡下来之后呢，那没有办法，你就是整片倒下来，土石流了。这种土石流倒下来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它整个乡村就会不见了。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他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强的一个及时的预警，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已经41个人罹难了。那最惨的是越南中部之外，还有你中部又沿海，那就是这个状况了。你不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怕吗？所有你想想看，这些车的车主都逃出来了没有？如果没有逃出来的话，那大家坐着橡皮艇要去救灾或者要离开，你看到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你觉得越南已经很惨的时候，你想想一件事情，越南的隔壁泰国嘞，对，泰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泰国也是非常非常的雨下不停啊，你知道吗？中部有个历史大城啊，叫大城府，连续3个多月饱受洪水的侵袭。这个大城府3个月，对，泡在水里的。
它已经泡了3个月的水了，结果你知道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吗？还有，因为雨又继续下来，对前面呢是滴滴答答的小雨，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办法快速的把它给宣泄掉，然后连续的3个月它就变泡在水里面。现在又有一个状况，就是云系又带来了又有豪大雨，豪大雨又下去之后呢，跟越南的状况一样，它的河道又没办法来容纳那么多的雨量。又溢出去了，对，所以溢出去之后，你知道吗？原本是泡在水里面，它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寺庙哦，甚至有些都是什么？有些其实都是教科文他们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对，但现在来说，原本是泡在雨里面嘛，刚刚水又压下来之后呢，现在是直接淹没了。现在有30几个，38座古寺，就像玉峰哥刚刚讲。这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对，都泡在水里了。对，那为什么会连续3个月会这么多情况呢？那就是因为这3个月来了太多热带气旋，来了太多台风。你看7月，微帕就来了。对，那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微帕，那你7月的洪灾过后，大家可以休养生息，8月又来，10月又来，那现在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情况。宇轩，这不太合理，为什么？刚刚讲明明是一个干季，只是一个云系，只是一个雨带，一个滞留锋面，你又不是台风，你雨竟然下成这样，这归咎什么？当然，我们一直提气候变迁非常重要。结果全世界有没有关注这件事？有啊，你看到联合国的世界关于这个气候的组织在巴西开了，没有想到开出灾难来了，大火这直接给你烧给你看的，知道这绝对是世界史上最讽刺一次大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谈的是全球气候的变迁呢，希望能够签订相关的气候协定，来去呢帮助所谓的不管你是降低碳排放以及相关的环保议题。结果没有想到在会场呢开没有多久，传出这个是中心的会议也就是说，当这些各国来的领袖、元首以及高峰正在要最后拍板的时候，一把火突然烧起来，太荒谬了啦！对，而且你知道烧起来开始烧吗？它不是烧一个场馆的，它是连环烧，火烧连环管。等于说我这边这个管先烧起来之后呢，开始烧临近。所以你仔细看因为它这个管场都是临时搭建的，很多东西塑胶都是一些临时的这种建材。坦白讲，这建材也不环保嘛。你说环保的建材怎么可能这样连环烧呢？所以它等于是慢慢的一个火苗出来之后呢，开始你看有没有最右边有没有照右上角那边？它原本是小小的火苗。然后开始越来越大洞，越来越大洞，最后呢，规根处弄修起来，所以它等于是火苗一路这样慢窜到说呢，全部整个都是。但偏偏呢，他们讨论到的议题是什么？刚好在大火爆发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斯雷斯他在讲说我们要减少这个化石燃料的这个使用啊，减少这些排放啊，就最争议的部分。就这时候火烧了，会议都别开了，全部都停下来。对，而且你知道吗？连场外BBC 的记者就在现场，他就看到说，因为他等于火势烧得太快，原本是其中一个场馆而已，结果没想到开始连环烧，所以连外面都窜出浓烟，变得是所有在外面的，包括摊贩啊、来参加会展的人啊，全部都四散，吓成一塌糊涂，而且现场有13个人就被浓烟给呛伤。对，然后他们就想说，研究一下，后来发现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机电故障，也就是说现场呢有这种微波炉啊。或者是有一些器具，然后这些器具呢越燃烧，那刚好外面都是磅礴，等于是它一起火之后呢，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你看到它用的是什么？它是旧军用机场改建的场馆外层帆布，对，所以你以为环保。对，这是旧的不要用的东西。对，难怪你刚刚说，你看那个烧的多么快。对，所以你知道吗？整个就很辣惨。那等于说旁边一直在阻止嘛。但你如果仔细看他会跟你讲说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从哪里发现的吗？他们说第一个燃烧的点是在中国馆。对啊，中国馆。我就想说，怎么什么倒霉事情都跟你中国有关系啊？最一开始烧，你看最一开始烧，这是附近娱乐文化馆的人说，看到先中国馆开始烧，中国馆烧完换青年馆烧，青年馆烧完之后换其他地方烧，因为全部都是类似那种我们讲3面的那种很简易的那种类似细砖盖板的，对，所以就很快嘛。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烧得这么快吗？理由很简单，这些场馆都乱搞的。因为当所有这个贝伦峰会大家去参加环保峰会的时候呢，世界领袖正在上面发表言论，旁边有配乐，你知道什么配乐吗？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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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还在做，就还在施工，就一边开会，世界领袖都在台上，对，然后旁边还在叽叽嘎嘎，对，什么东西啦？就一边开会一边说，真的，你自己看你看他说一群人在这边就他一边开会然后我们还在一边施工。重点是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连相关的一些最基础的设施
都做不好。对，这是巴西总统哦，在我们讲，因为他场外一直在抗议哈，结果呢，他说里面内部安全漏洞与基础建设失灵，严重影响到会议效能。他讲是来，你看这么大的场馆，这么多的人，你有去参加过这种世界会议，你就知道哈。如果说你没有冷气的话，嘿，热到形下起哦，我都做代志，就全部空调都失灵。巴西本身就很热的，对，然后全部人都挤在这里面，对，大家都在忙，结果你说冷气它没有，坏掉了。每个都拿扇子，对，就冷气坏掉了，然后又闷又热，然后又臭，然后大家就只能在那边扇风，然后甚至现场的旁边有一些我们讲参访的人参加与会的人还开始在那边擦汗，因为太热了，这整个人都暖狗，我们讲的龟心空中单狗狗，然后再来更离谱的来了，你想说很热对不对？然后你走出外面，这时候你会发现，是有水雾吗？冷气坏掉还有水雾，好贴心，就不是漏水。天花板的那个水地上的那个水天花板在喷水，一直在渗水。你看整个地下全部是整面都是水，因为它冷气坏掉之外连它的这个硬体的这种我们讲的管线，以及呢这种排水的管线全部都坏掉，全部都漏水。所以你想想看，已经烂到这种地步。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是巴西政府马上说没有，我辟谣。什么洪水？你们怎么可以说这个是洪水？这是局部的漏水而已，但是是会场的大帐篷之下积水，所以没事啦，小小的事情啦。我现在有时候不然你要多大的洪水？你要所有人都被冲走才叫洪水吗？就跟你讲，你就是渗水，就是漏水嘛。但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烂吗？因为我们讲你掩饰不了。他所在的这个贝伦这个地方举办的，你自己看，这是当地居民住的真正的环境，来就是破旧的低矮楼房。然后呢，相关的这个污水的，我们讲的普及度通常优秀的城市都会有所谓的污水处理，结果它污水处理的程度只有4%，贝伦有80.7%的人呢都没有办法用系统，只有4%的水呢经过污水处理，所以换言之，它那些管线都是临时搭的，否则你怎么可能让这些贵宾去喝污水？再来，它的电力设施呢也长久的不足，而外面呢因为下了暴雨的关系整个全部基本上都积水，但又没有办法排水状况之下，所以你再怎么掩饰，还是会波及到那边。但是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场馆很烂会馆很烂它东西就一定很便宜，没有。来，照你看这碗面，这是一碗很普通的阳春面你猜这碗面Brazil COP 我们讲30卖多少钱？120，没有再高。300算了，我直接讲好了1碗600块，一碗阳春面，对，630台币。你知道为什么要摆这个瓶子吗？因为这是很小瓶的饮料，环保。对，吧，小瓶的饮料，就是这个很小一杯，所以这个碗你不要以为是朵挖工，我们只是图片比较大张，那个谢几万年，这一碗630块台币，但你送我也不敢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旁边的污水处理根本就乱七八糟的，所以那你说这个情况之下，谁敢？那再来。我们讲这些贵宾，你知道怎么来到贝伦这个地方吗？不是搭飞机吗？来，每个都搭私人飞机。不是这次不是在讲的是气候的峰会吗？对，不是在讲要减碳吗？对，结果你都是搭私人飞机，你是在观光吗？所以路有冻死骨，你知道吗？外面的居民连电也没有，水也没有，然后环境有够差，然后一堆污水，热得要命，每天很痛苦。然后呢，这些贵宾们呢，搭着高级的私人飞机呢，冲到了饭店他们其实不住饭店我等一下跟你讲他住邮轮住在邮轮上然后在那边吃我们讲鱼子酱，享受那个冷气空调，不然这个很讽刺嘛？你一边讲说环保，然后一边呢外面的人这么可怜，结果你知道更尴尬的是他就连整个场外最多人你知道是什么吗？来抗议的人，因为他们当地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对，他们在讨论到就是说，针对这个环保议题，你这个经费是不是要发放给这些我们讲落后地区或者是未开发的国家，去让他们的经济的文化能够提升？就这些原住民讲说，你们都在骗人，你们就只是呢持续的利用呢我们讲的这些我们讲的环境的议题，然后呢利用碳费这些议题，然后把钱给捞走，那最后根本没有钱实际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高达上万人全部都在外面抗议。他们说80%这个所谓的基金都用在什么？都用在说什么爱护动物生物多样性。然后呢，只有一咪咪的钱呢到他们身上。事实上，全世界现在最大的污染国叫做中国。对，那中国因为美国不鸟他嘛，就不愿意参与这个局。等于是他一个人要去承担这么庞大的经费，他当然不要。所以呢，我们讲打肿脸充胖子，财大气粗的富爸爸呢，当然要拉这些人呢一起下水。只不过呢，办得哩哩啦啦，丢了自己的脸。因为这次巴西真的是输了面子，也输了里子。这为什么会这样讲？连德国总理回去他都直接发文说：“我终于回到德国了，要疯了。”结果现在变成什么？德国跟巴西还在战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想讲的是什么？
巴西这一次办也办得太差，也太夸张了吧？完全外面跟里面两个世界了。这也不是第一次啊，你知道巴西曾经办过那个奥运会啊，结果奥运会的这个现场上面来讲的话，很多的这个场景啦都没有盖好的情况之下，比赛就已经开始了。对，所以你看到，包含当时来讲的话，连澳洲啊他们的代表团呢都认为说，哎，你这个选手村你都没弄好，那我们澳洲选手要住里面的话，真是乱七八糟了啊！宁愿去住饭店，也不会去住这个选手村。所以这时候它的工程品质，还有它内部可能，我觉得跟贪污腐败都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哦，这一次哦，你看到，我认为盖那一条这个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去搞一条什么高速公路啊，搞一条公路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来讲，这种所谓的大型建设呢，就是贪污的最好方法。对，而且这当中来讲的话，他宁愿去破坏这个森林。你知道这一次啊，很讽刺的是，以气候变迁作为主题，对不对？他直接把雨林直接全部都砍掉，就为了开一个迎宾路。是。这什么气候峰会雨林你怎么砍的？是啊，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发现说，哎，不对哦，这个到底是谁来帮他盖这条高速公路的？结果后来我想一想，我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到这个北京雁栖湖的这个附近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正在大兴土木，为什么呢？因为2014年的 APEC 就在北京举办。那时候不是安倍晋三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脸臭臭的时候，就在那个场合，而当时的中国就刚好如法炮制一样。就是他们直接从首都机场拉了一条高速公路，直接到了这个北京的郊区的雁栖湖。那这条高速公路呢，把中间的一些原本的东西拆掉，然后呢，另辟一条新的东西。那你说名为说为了维安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首都机场的各国元首了，他不用进北京市，他直接从这个北京首都机场直接到了这个郊区的这个雁栖湖直接开会。就是这个路。对，就是这条路。那这一条路呢，这个盖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也是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也不晓得。但是至少它在沿路当中呢，也拆掉了很多原本的旧的建筑。你说北京当初这样搞，结果巴西这次也是这样搞。是，那为什么巴西会如法炮制？是学到坏榜样了，还是怎么样呢？他们金砖五国的，而且中国跟巴西的关系是不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做了这条道路，但是做这条道路的目的也，你看到巴西政府讲什么事情，也是为了什么？为了开会便利，为维安便利嘛，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都跟这个中国讲法一样啊。对，所以你看到，只要有碰到这种大型的公共工程建设，但是呢，这个跟你原本开会的宗旨名目完全不搭嘎的，那就代表说背后一定有搞鬼。而这个搞鬼来讲的话，可能这些模式，这个叫所谓的中国模式啊，中国会议模式哦，那这个就大兴土木，就会有上下其手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一个气候变迁砍掉热带雨林，然后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一个建筑，那使得巴西的政府的贪污腐败应该更加严重。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